非有消息，当地时间的12月23日，瑞士航空的一架空客 A220-300 客机在执行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至瑞士苏黎世的航班任务时，途中客舱冒烟，机组紧急备降在奥地利的拉格茨机场。据称74名机组和乘客中有17人送医治疗，机场一度因此关闭。备降导致机场关闭，是因为该机在跑道上执行了紧急疏散工作。有报道说，它在20分钟内由约12000米的高空紧急降落到了地面。机上一名乘客昏迷，被迫实施了紧急心肺复苏。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次问题还挺严重的，几乎导致人员死亡。本次紧急备降的空客 A220-300 客机注册号是 HB-JCD， 航班号是 LX1885。2017年11月以 CS300 的身份在加拿大出厂，总飞行时间17000多小时。它在事发之前曾经直飞过斯德哥尔摩到苏黎世以及苏黎世到布加勒斯特的航班。在紧急备降之后，后面的航班任务都被取消了。瑞士航空被飞友们称为汉莎瑞士分公司，它是空客 A220 飞机的大用户，目前共有9架 A20100和21架 A220-300。 A220-300 原本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 CS300， 与中国的 C909 一样，属于喷气式支线客机。全球范围内，喷气支线客机前景相对艰难， CS300 后来投靠了空客，成为了它的 A220 系列。目前 A220 系列有100和300两个型号，300比100长了近4米，可以多装约30人。300的销售情况不错，已经交付了约320架。A220 系列的容量不小， A220-300 最多可以布置150个座位，已经追平了空客 A319 或者是波音737-700。 A220 的机身细，发动机也很先进，这使它具备了非常省油的优势。它与空客合并后，很多的备件能够通用，被认为前途一片光明。但倒霉的是，它配用的普惠发动机出现了问题。普惠公司最近几年在大力推广它的 GTF 发动机，然而配用在 A320neo 上的 PW1100G 和配用在 A220-300 上的 PW1500G 都发生了质量问题，导致多次客舱冒烟。例如2023年的9月10日，国航的 B-3动5J 号 A320neo 客舱冒烟，飞机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跑道上紧急疏散，释放了滑梯。还有2024年的2月，坦桑尼亚航空的 A220-300 客舱冒烟，122人受到了影响，以及2024年的8月，达美航空的一架 A220-300 客舱冒烟，被迫返航等等。多数的评论指出，普惠的 GTF 发动机的质量问题并非是研发或者是技术问题，而是2级涡轮盘的制造寿命没有达到预期，也就是生产质量没有搞好。现在普惠公司已经有解决方案，正在为客户大批量的更换发动机，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乘客承担了这么大的风险，实在不太科学。空客公司已经承诺未来的空客 A220-500 将有2种发动机可选，但就目前情况而言， A220 已经令多家航空公司望而生畏。现在埃及航空已经放弃了 A220， 伊拉克航空也有此意。A220 此前的几次客舱冒烟都还不算严重，但本次再冒烟，并且严重到把人能够熏晕，或许会带来阶段性的恶劣影响。由于同级别还有竞争对手 ERJ12， A220 的前途可能在多次冒烟之后变得更加艰难。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